给大伙拍一段第一视角，免钥匙启动的，挺好的，是免钥匙质感还可以啊。表嘛，目前我觉得还是春风的表好一点哦，有水温、电压，转弯灯亮着的。对，需要看的。哦，然后胎压没办法外显，然后这有个倾角感知，但倾角感知的显示没那么细哦。没有很细腻。对，它的那个刷新率没那么高。反正把 ABS 跟 TCS 全关了，现在的状态。白的就是关的。哦，然后油门是最冲的模式。哦，对了。哦。然后一会儿回来看这个最大倾角做多少，我们出去先保守一点。然后出去先给大家试一下油门穿不穿啊？那低转肯定穿了。啊，事先转，我用2档试好了，2档哈，事先转。哦，这个是比较穿的调法了，它6000转，看看后面有没有设。哦，这比较穿，啊，比较穿，是吧？看得出来吧？那应该高转速就没问题了，因为它现在是赛道化的油门调教嘛。啊，行，那我们走起来了。走起来，可以到15000左右哦，转速。这低转明显感觉比春风的500要强，它高转延伸性也不错。为什么又亮红灯了？前面。车子是比较偏灵活的。动作做太大的时候，总觉得前叉的稳定感没有那么好。是不是前轮的问题？后轮的咬地力很不错。两齿可用的刹车。这个刹车在山路是绝对好用啊。刹车有点憋。滑离差点意思。滑离感觉没有很滑，后轮还是稍微咬了一下。为什么第一圈就出红灯了？好烦呐！哎呀，下一圈我再解说吧。还在暖开就给我出红灯，烦死了。能不能让人好好跑一起？再看2圈。好，我们再来啊！不知道刚为什么出红灯进来了，再来1圈吧。这个赛道只能是高速弯，试试高速弯的稳定性。好，我们全程用快排啊。我们这一圈全程用快排，试试看快排好不好使哦。低转速域还是差点意思，这种4缸车，你还是要 hold 住转速。那我觉得引擎的那个陀螺效应没有那么重，陀螺效应比之前我试的那个450要轻，用高转过弯也没问题的哦。刚摇了一下，好吧，我还是觉得趴车的姿势对我来讲太憋了。
如果你像这样 hold 的高转进弯，油门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好久没跑珠海了，7、8年没跑了，走线走得一塌糊涂。我还是觉得进弯前叉的稳定感不太够。每次过这里都会摇一下。怂就提早减速，小心驶得万年船差。居然又跳3档，工程车大家不要在意。前面又是最后一个弯了，100过就好了，不要太快。差不多了，好了，差不多可以进了，是了，差不多了。其实赛道试不出什么名堂，是吧？都是开高转在骑，跟我们平常跑山啊、跑市区啊使用的条件都不一样。我们先看一下张雪500R 的坐姿示范啊，上面还在跑车，我们赶紧抓空档来给大家解说一下。刚我已经骑过2节了哦，稍微有点心得。这个车还是比较高把的，可以看到身体趴的幅度不高，这也是我在赛道骑觉得主要的问题啊。人离车把其实有点近哦。那比如说我要外挂的话，哦，我这个骑姿我要内倾，我这个脚会卡到这个凸起啊，看得到吗？所以我一般要做动作要往后，可是这往后又有点高，骑起来就觉得有点憋。这是我实际骑的感受，当然身材小一点的骑士可能会没这个问题，我就实际把我骑的感受跟你们说。可以看到它其实没有很高把。我们上次做那个660横品的时候，几乎所有车都是碰不到的嘛，完全挺直上身，2只手都稍微能碰得到。总之是一个兼顾走街比较高把的设定，然后对手短的人可能比较友善嘛。坐高其实不高，官方宣称是800。但实际上，你看我身高178，2条腿可以弯这么多，而且还是穿皮裤的状态。趴车的话，这个车趴车肯定要往后坐啊。哦，趴车还行，当然你如果在正常的坐姿，哦，趴车就不太行了啊。好，以上就是骑乘姿的示范。好，接着我们看这部车的细节啊。首先，一样从车头看起，车头造型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看。那这2块夸张的定风翼啊，其实不是量产状态啊。现在定风翼的质感，给个细节其实没有很好，哦，但这个是工程车，后视镜因为跑赛道也拔掉了，它是一个有段落可调的后视镜，那后视镜是带方向灯的，一会带个细节哦，我们这部没有，这是刚刚跑赛道下来的，可以看这个轮胎，正新 S5的轮胎，其实后轮的咬地很好，但我总觉得前轮的咬地至少在赛道这个速度觉得不是很够，跑山应该够啊，哦，融化的还不错。哦，带的细节，
前刹车，反正我觉得2指非常好用了，反正跑山肯定足够，但赛车手肯定觉得不够。反正我上去骑都是2只指头刹车，也没有出现刹不住的情况。那给我们的版本是2只指头可以轻松翘尾的版本。哦，可是官方是说市售会有6轴感应器，市售的版本侦测到你翘尾的时候会把前面压力释放掉，但我们这个没有。哦，那现在这个状态，反正。一般的测评会讲说翘尾很危险嘛，但其实赛道它肯定是要翘尾，刹车力道才够用哦。哎，前后减震都是玉仔阻尼都可调的，余安的。侧面呢，看一下壳子，我觉得做的有点复古哎，我觉得古时候的壳子大概都长这样，造型没有现在的那么变化那么多。我觉得近几年的跑车的造型，它会用比较多的壳子。多块小壳子去修饰整个侧面嘛，有点像以前这个90年代左右跑车的设计，就整片很大一片哦，谈不上好不好看吧，还行，中规中矩。接着往后看，这个脚踏的质感啊，摄像头可能拍不出来，但是我们在现场看，总觉得质感不是非常优秀啊。这我就看到什么跟你们说什么。那后面是单摇臂的，那车灯呢？后面的车灯，我总觉得跟凯越的450R有点像。来，上面来看一下。这原厂应该是配防甩头的，至少我们拿到的版本都是有防甩头的。那防甩头呢，上面还打了个张雪汽车，上面3星的质感还可以。但这个表，老实说，我还是觉得里面有些字有点太小里小气了。比如说这种字都太小里小气了。哦，它比较难受的是没有胎压、胎温在最外层显示，这个在跑车里我是觉得有点扣分的。那它这个表同样是黑底会比较好看。白底都没那么好看。我们看一下这表的功能，有一些跟目前市售车比较不一样的哦。这个是动力模式自定义了，我们自定义一组在赛道跑用的动力模式。那如果切进去看的话，这有个驾驶模式，这还蛮有意思的哦。发动机有3段可调。那我们刚刚是这个最强的动力曲线，所以我第一视角给大家示范的时候，会觉得低转速很穿。它试售的时候不知道另2个模式会调成什么模式，我们不知道，因为目前赛道就只有一个版本，就是最强的模式。哦，那 ABS 一样是3段可调 ，TC 一样是3段可调。啊，有2组自定义，你可以预设。那平常就有3组，它已经设好的3组给你选，然后自己可以自定义2组。这个是跟目前一般这个级别的国产车有比较大区别的地方。哦，尤其是 ABS。有3段可调，我觉得是好事啊。就新手你可以调介入强一点，老手就调不要介入。好，接着我们再往下看了，后面这个余安的这支可调减震，看的质感也不错，是吧？哦，那这个回压包的部分呢，还是做工就没那么好嘛。这个我们其实也不在意啦，因为我觉得进口车的做工也没好到哪去哦，大家就看看就行了。好，以上细部配置的部分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这因为是个工程样车，所以市售会不会是这样，我们不知道。那既然来了，就水一期节目嘛，我就把我骑的感受，我看到的东西跟观众老爷报告一下。好，今天骑了几节赛道，小跟大家聊一下我对这个车总结。因为赛道的体验跟平常街道跟山路不太一样，绝大多数我们都维持100多在进，那平常我们也不会这么用车，所以对震动的感受其实也没有办法很细微，尤其一上去肾上腺素起来，你什么震动都感受不到，所以运行品质啊、震动我没有办法说太多，可能要等到量产详细测评再来说这一块。哦，那今天骑出了几个我比较不满意的点啊。首先就是骑乘姿，我觉得太憋了。对我的身高来讲，我会觉得动作不太好做，也可能是为了街道舒适化取向去做的骑姿设定嘛。它如果前面再长一点的话，我觉得过弯什么对我来讲会比较舒展一点。哦，另外，目前给我们试驾的这个版本，低转速的油门平顺度绝对是差评。当然，我们如果上去跑，全程 hold 在8、9千是没有问题的。一开油它也不会穿，也不会跳。但你胆敢把它落到6000转以下，
每开必跳。哦，所以这个以我们的测评标准来讲，走街啊、跑山啊，目前这个动力模式都是比较不好用的。官方可能后续要多出几套动力模式的设定，既然它有3组可以设定嘛，哦，但是我们现场就没有得调，所以没办法给大家试。包括它的整备重量只有160几，所以它整体还是那种偏轻巧、偏刁钻的一部跑车。那比较优秀的部分是，虽然是4缸车，排量也比之前450R 大，但是我在过弯是没有觉得说高转速会有那种发动机影响你倾倒的那种感觉，450RR 的那个影响倾倒感觉比较重。那整体而言呢，我个人认为这个车啊，就今天跑起来是符合它大概80几匹马力的这个水平，因为大直道大概拉到将200嘛，我出弯比较慢，拉到将200，要是一般100匹马力的车，大概能拉到200出头点哦，所以80几匹，你不要期望说在这个赛道能跟600几跑，不太可能，动力还是相对弱一点啦，体感上是没有660级别的那么强。好，以上就是我们简短在赛道的总结，实在总结出不多东西。我们还是希望量产能够各个动力模式再优化，然后我们再详细做测评，好不好？看测评，我只看小比摩托测评，爱你哦，拜拜。